今年北戴河海边最吵的是曾庆红、贾庆林、张德江这一批保守派元老。按墙外流出来的说法，胡锦涛和温家宝根本没露面。他们要办的是，在纪委的案卷上，在中组部的名单上，海边这批人在吵什么？习近平把职位一个一个交出来，保留中央委员的名分和待遇，党内不再往下追。蔡奇、王晓红这些直接办事的人可以交出去一批。他们在海边把声音搞得这么大，是先把价码喊出来。就在海边吵得最凶的这几天，习近平自己亮出了一把新刀。8月6号早上，新华网发了一张图解，标题打头3个字：准、稳、狠，讲的是一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。按通稿的说法，从今年7月开始，全国范围搞1年左右，明年7月底收尾，再往后数3个月就是21大。重庆动作最快，8月2号就开了全市部署会，会上用了4个字：打散破网。这4个字，散就是共产党干部，网就是关系网。这么顺着往上够，1年时间，正好从县里够到省里。所以这把刀真正要轻的是那些已经开始往胡温一边靠，又能在5中全会和21大上投票的人。说白了，习近平根本没打算退场。去年10月的4中全会上，按墙外爆料，他当着全会做了检查，承诺按华国锋那个形式下台，整个政治局跟着做检查。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知道他要退了，但是到了今年，他缓过点气儿来，又开始往回找补。21大的接班名单不断往海外放，党政系统里只要有人往胡温一边靠，就有人借调查和事故往回打。他现在就是要在21大搞第4个任期。可这把刀一亮，先急的不是地方官，是军队。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2个战区彻底反了。今年不是普通年份，是建军99周年，明年就是100年。4月份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时，官方口号已经打出来了，要以崭新的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。照正常的宣传逻辑，今年这个81最该做的就是把战区主官和各军兵种高级将领集中到北京，摆出一张全军团结准备迎接100年的大合影。往年也是这么办的。2023年，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建军96周年招待会，李尚福、刘振立、苗华、张生民都被公开点名。2024年，刘振立、苗华、张生民、董军出席，现场有近1000名中外嘉宾。去年建军98周年，刘振立、张生民和董军仍然出现在中央招待会的正式通稿里。可今年不一样，到8月6号为止，新华社、国防部、中国军网和央视的公开页面上都没有出现北京中央层面建军99周年招待会的完整出席名单和现场镜头。再往前看，4月8号，习近平在国防大学出席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，听上去像是要把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的军头全部叫进北京。可官方通稿自己写得很清楚，国防大学现场参加的是第1期培训班学员，军委机关各部门和驻京有关单位负责人。整个开班式采用电视电话会议形式，在全军相关军级以上单位设置分会场。4月和8月连续2次，各地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就是不来北京。而在另一面，墙外关于西部战区和东部战区的爆料一起出来了。西部战区已经向习近平提出最后要求，今年年底以前无条件释放张又侠，恢复他的职务，办不到就不排除调兵进京，推翻习近平。这句话够重，西部战区真要保的是整个军队的一条底线。军委副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不能绕开公开程序，被中央警卫、公安和秘密调查单独处理。今天承认习近平可以用政法和警卫处理军委高层，明天任何不肯替他办事的将领都可能被一个一个拆开。所以西部战区表面上是在要人，实际上是在给习近平划线。张又侠可以退休，可以通过正式程序接受调查，但是不能让习近平用秘密手段处理完一个，再去处理下一个。习近平也知道事情压不住，他先派张生民去成都做工作，可爆料说
张生民去了以后，没有把西部战区压下来。习近平随后又派王沪宁前往成都，继续向军中传话，想让西部战区接受他继续干到21大的安排。一个军委副主席，一个负责替习近平包装政治路线的人，都被派到成都做工作。这本身就说明西部战区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情绪，是习近平必须亲自想办法压住的一支力量。东部战区走的是另一条路，按照墙外传出的版本，东部战区一些将领不断要求跟菲律宾开战，还向习近平递过请战意见。习近平现在最需要的本来就是一场战争，只要南海真的开火，他就可以重新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，以战时统一指挥为理由，把军队控制权往自己手里收。党内谁要求换人，谁就可能被扣上临阵换帅、破坏指挥的帽子。可东部战区这套爆料说，他们请战不是为了替习近平夺回军权，而是想先借开战拿到舰船、武器、弹药和部队行动权，等习近平批准进入战时状态，再把他请到南海的一艘军舰上，在海上处理他。这套说法被叫做灭包计划，绝不能让习近平重新掌军。现在是习近平也骗不动军队了，而军队只要不让习近平重新掌枪，胡温就有时间继续往下办人，往上换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越往21大拖，手里的人和票反而越少。两大战区不肯再让习近平掌枪了，可是五中全会乃至21大真正落到纸面上的人事安排，还要经过中央办公厅。7月31号，蒋网正发出一条潜伏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密电，这份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袁家军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，后面才跟着一串省市调动。这是五中全会前的一条人事爆料。可是为什么袁家军接中办是第一位？因为每逢中央全会、党代会，中办管的都是最要命的入口，最高层负责征名单，中办负责把征出来的那份名单变成会议文件。胡锦涛到了闭幕式上才发现名单不对，伸手想看文件，已经晚了，名单印出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到了21大以前，中办必须提前解决。只把胡春华送进政治局还不够，只把军队镇住也不够。只要蔡奇还能够控制中办，习近平就仍然保留着一套最后时刻改名单、换议程、调会场的操作系统。所以7月31号这条爆料真正说的是，有人想在五中全会以前先把蔡奇手里那支制作名单的笔拿走。那么是谁在推袁家军？还是看这个爆料者自己过去的说法。2022年11月，他曾经画过一张最高层派系图，在他的叙事里，蔡奇是习近平最贴身的执行人。袁家军虽然也在习近平任内升上来，却得到过曾庆红秘书陈新的帮助。至少袁家军不是蔡奇那种只替习近平守门的人，或许是曾庆红一边先出的牌，先把蔡奇留下的坑给填上，把五中全会和21大的会议机器稳住。曾庆红一边就不会在下一轮名单制作中彻底失声。蔡奇必须把中办交出来，这一点胡温和曾庆红应该没有分歧。真要有分歧，也只会在一个地方，接替他的人是不是非袁家军不可。袁家军如果上去，说明双方达成阶段性交易，先共同拆掉习近平最后翻名单的操作台。那么胡温为什么对党代会以前的名单和中办如此忌惮？答案都在20大最后48小时里。说这件事之前，先跟各位老朋友念叨一句我自己天天在用的东西，普瑞堂的玄宝黑参。您琢磨琢磨，能踏踏实实睡一觉，在中南海那帮人手里都能变成一件用来整人的武器。咱们老百姓图的没那么大，就图晚上躺下睡得着，白天有精神。新西兰有位做餐饮的朋友叫安妮，前阵子给我们反馈说，她以前睡眠特别浅，躺下要很久才能入睡，下半夜3、4点钟总是莫名其妙的醒，醒了再想睡就难了。吃了黑参几天以后，入睡很快，一觉睡到闹钟响，中间不醒。他还说，以前中午非得睡个午觉不可，不睡下午整个人就像电池没电了，现在一直干到晚上下班回家都不觉得累。
澳大利亚的 Cynthia 说，他平时一吃人参就上火，吃这个完全没这个问题，还嫌它太好吃，每次都得克制自己，别一下吃太多。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，每单买满$500，直接送一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，上不封顶，满1000送2根，多买多送。结账的时候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GF， 全球包邮，直接送到家。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。好，咱们接着说那48个小时一屋子常委到底是怎么被熬垮的。按照墙外8月6号整理的爆料，事情非常直接。习近平把所有19届中共常委集中控制在一个封闭环境里，整整2天不让睡觉，逼着他们重新谈20大最后名单。正常的人事讨论方案谈不拢，可以回去交换意见，也可以等第2天继续。可这48小时的办法是不让人出去，不让人休息，一直熬到有人先扛不住，熬到习近平想塞进去的人终于被写进最后版本。这其实就是团派的人中了习近平的埋伏。因为20大以前，习近平并没有真正把整个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都换成自己的人，他最后能够办成第3任，靠的就是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突然发动这场48小时的人事强攻。那么李克强和胡春华是怎么同意的？答案是他们没有被说服，也不是真正同意，他们是被逼退了。原来的名单不撤，所有人就继续在封闭环境里耗着。一个人连续48小时不能正常休息，判断力、体力和抵抗意志都会往下掉。爆料还用2022年10月21号前后的公开露面做旁证，韩正顶着明显的黑眼圈，除了汪洋以外，多名常委脸上都有严重疲态，习近平自己也显得精疲力竭。这48小时真正被锁住的是整个反对习近平的沟通渠道，外面的人不知道，里面的名单正在被改，里面的人出不去，也叫不来外援。再利用中办控制最后文件，逼李克强、胡春华退出原始名单，蔡奇被塞进常委，李克强、汪洋退出，胡春华调出政治局。随后发生的闭幕式事件不过是这场48小时强攻已经完成以后留下的一张公开照片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无论胡温还是曾庆红都要在5中全会和21大以前先解决中办。军队控制的是门外有没有人替习近平撑腰，中办控制的是门里面最后印出哪一份名单。20大那一次，习近平就是靠门外的军队不动，门里的中办替他改名单，再加上一场48小时不让人睡觉的封闭强攻，硬把原来的交班方案翻了过来。军队已经不肯再把枪借给他，中办那支制作名单的笔也可能被拿走。按正常人的算法，他越拖，身边的人越少，斗下去只会输得更惨。那他为什么还要拖到21大？因为他不是一个会及时止损的人。正常的政治人物发现大势已去，会谈条件，会保家人，会拿交权换一个安全的晚年。可交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，对他不是少2个职位，那等于他亲口承认2018年修宪是错的。20大的第3任是靠最后48小时翻名单拿到的。胡锦涛被架出会场是一桩政治丑闻，他退下来的那一天就是别人开始审他的那一天，所以要看他最后会干什么。光数他手里还剩多少票不够，得看毛泽东当年是怎么斗刘少奇的。1966年毛泽东要打倒的本来就是刘少奇和那套不再事事听他的官僚系统，开会表决调职务，按正常办法不是解决不了。可他偏不这么干，因为正常程序保证不了所有人都跪下来，保证不了刘少奇在政治上、组织上和人格上一起被打烂。于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，把学校、工厂、机关和几亿人全卷了进去。彭德怀替共产党打下过江山，1959年在庐山被打倒。刘少奇是党内第2号人物，1968年被永远开除出党，第2年死在开封。林彪替他掌军，把个人崇拜推到顶点，1971年摔死在蒙古。有用的时候是最亲密的战友，知道的太多，威望太高，或者可能挡道的时候，转手就是最危险的敌人。习近平走的是同一条路子，不能因为蔡奇是他最贴身的人就断定他一定死保蔡奇。
也不能因为王小红替他办过那么多见不得光的事儿，就以为王小红安全。必要的时候，他完全可能把蔡奇交出去，把王小红交出去，把某一次抓捕某一批没有手续的命令全推给下面的人办事不力，然后自己站出来说我受了蒙蔽，我正在纠正错误。所以8月6号新华网那3个字准稳狠得重新读一遍。这场打到明年7月的专项斗争未必只是为了替他争几张票，它更像是在给一次大动作清场。准是先对准那些已经开始换边又知道内情还能在5中全会和21大上投反对票的人，不用直接动最高层，从秘书、司机、商人、项目和地方旧部下手就够了。先立一个黑恶案子，再查保护伞，查完保护伞再查地是谁批的，钱是谁签的，人是谁提的。只要把一个中央委员拖进调查，他那张票就已经没了。稳是不能一下把所有人逼反，今天拿掉一个地方大员，明天调走一个省委书记，后天查一个公安系统的旧部，每一次都能说成普通反腐，每一次都不够让军队进京。可1年下来，会场里的人已经换了一遍。狠是到了关键时刻自己人也能扔，他完全可能先交出1、2个替他办事最狠的人去换曾庆红那边继续谈，也可能故意做出一批习家军腐败案，向全党证明不是他的问题，是下面的人把经念歪了，顺手还能借着这些案子把更多知道内幕的人一起灭掉。这才是眼下最该防的一件事。正常连任已经办不成的时候，用一次全国性的清洗，一场重大安全事件，甚至一场对外冲突，把交班程序直接打断。南海或者台海只要打起来，他就可以要求战时统一指挥；北京只要出一件重大政治安全事件，他就可以要求暂停人事调整，先处理反党集团。等他发现票不够了，中办保不住了，军队也骗不回来了，他会不会自己制造一场谁都没办法按原计划开会的乱子？他会，因为代价不是他出，被抓的是干部，死的是将军，乱的是国家，上前线的也不是他。他手里的票越少，他就越不打算用投票的办法解决问题。所以他真正想拖到21大的不是一个任期，是他最后一次掀桌子的机会。如果觉得今天讲透了，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5中全会这盘棋我们接着盯。